前脚还在金球奖走红毯，后脚呢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豪宅被焚。洛杉矶这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火，不仅仅让很多好莱坞的巨星无豪宅可归，也让整座城市呢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机当中。那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呢，很多人发现，不少保险公司却已经早早跑路了。究竟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精彩的英文文章。An insurance crisis was already brewing in LA, then the fires hit. 文章的开头句子如果短的话，往往气势十足。此前一次保险危机已经在洛杉矶正在酝酿当中。我们中文说的酝酿，不也是从酿酒这样的一个字面意思变成比喻表达，好像在准备当中。英文异曲同工之妙 ，brew 可以指酿啤酒啊，可以指泡咖啡啊、泡茶，总之都可以表达正在准备当中。Then the fires hit， 然后大火来袭。The Los Angeles wildfires could threaten California's already unstable insurance market, which carriers have been fleeing as disasters multiply. 洛杉矶这一次的大火呢，可能会威胁到加州已经比较不稳定的保险市场。此话怎讲 ？Which carriers have been fleeing as disasters multiply. 具体就说到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呢？很多的，你猜 carrier 什么意思？保险公司。很多的保险公司呢，它都已经逃离了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各种自然灾害呢，正在像乘法一样的 multiply， 字面意思是乘法，像乘法一样的在不断的增长当中。那为什么 carrier 可以表达保险公司呢？一查汉英词典，吓死宝宝了，最起码10几个中文翻译：航空公司、电信公司、保险公司。为什么呢？英文发明词不是为了和中文翻译去对应的，所以所谓的一词多义往往都是伪命题。这个 carrier 其实就对应 carry 这个动词，只要能够把一样东西 carry 在自己肩膀上的，那一个航空公司为什么在中文当中也可以叫承运人？你想想，他们把很多的乘客承在肩膀上，负责把他们从上海送到北京，所以就叫 carrier。那么保险公司呢？他们肩膀上承载着很多业主的保单嘛。那所谓的电信公司为什么也可以叫 carrier 呢？他们承载的是电信信号呀。In July, as California sweltered through its hottest month in history, the state's biggest insurance company stopped providing home insurance to more than 1,000 homeowners in the Pacific Palisades neighborhood of Los Angeles. 7月份的时候，随着加州呢经历了它有史以来最热的那个月份，这个州最大的保险公司停止在某一个片区给超过1000多户家庭提供房屋保险服务。这个 swelter 我们最熟悉的是 sweltering， 说一个月份很热嘛 ，it's sweltering 什么意思？那种很闷热、汗流浃背的感觉就出现了。所以这个 swelter 你就可以想象，你面对一个极热的天气的时候，你那种状态，你发出的那个动作，那就叫 swelter， 好像挺过热浪的那种感觉就出现了。那与此同时发生的事儿是加州最大的保险公司。你看英文的描述方式就是我先留个悬念，至于这个最大的保险公司究竟是哪一位可能下一段会交代，我们待会儿就知道了那他给超过1000多户家庭，你看 homeowners，可以对应中文所谓的业主。那 car owners 车主。那如果我现在iPad owner， 你翻译iPad 的主很怪。所以这个英文造名词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只要你 own 某样东西，你就是某样东西方面的 owner。那稍微说一下 neighborhood 这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小到就你生活周围那一小圈可以是小到你的小区，也可以是周围几个小区加上一个小小的购物中心。那也可以大一点点，比如说静安寺那附近五角场那附近，万体馆那附近望京那附近所以呢就可以代表我们中文当中所说的片区。我的意思是千万不要把区和那个 district 整天这样中英对照去背，那是错的Tucked into the fire-prone hillsides on the city's west side, the neighborhood was one of a growing number in California, deemed too risky to insure. State Farm President Denise Hardin wrote in a letter to regulators. 这个 tuck做动词原本指的就是塞我把我这个 T 恤衫衬衫往我这个裤子里面塞一下。那么你想想他描述的很形象这些富人区待会我们会聊到，它的漫山遍野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那么豪宅的特点就体现出来，它是好像塞进那个山坡上面，所以叫 tucked into the hillsides。 不过呢是 fire-prone hillsides， 就是容易着火的这些山坡上面 on the city's west side 了解洛杉矶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个叫 Pacific Palisades， 它是位于城市的西部。那是什么样的片区呢？ Deemed too risky to insure， 被视作要去承保方面比较具备风险。什么叫承保英文的这个 insure， 它一个及物动词的画面感真的蛮精妙的，就好一想象我是保险公司，我拿一个小木棍在你头上点一下，I just insured you，
我刚刚对你身上施加了一个动作，那结果就是你身上出现了一个保护伞，一个保护壳啊。当然出了事的时候，我跑得比谁都快啊，是不是？Okay, State Farm President Denise Hardin wrote in a letter to regulators. 终于刚刚第二段的那个悬念真相大白了。最大的保险公司叫什么呀？叫 State Farm。它的总裁呢 Denise Hardin 此前在一封给监管者的信当中就说到了刚刚的内容。他们为什么决定要撤离这个市场？这个 regulator 你可以翻译成监管者，也可以翻译成监管机构，不重要。重要的是，英文不是这样去想的。他觉得只要能 regulate， 我要去管理整个市场，那我就是 regulator。无论是这个市场的管理机构，还是机构里面的那个老大，还是那些工作人员。The carrier did not renew nearly 70% of policies in the Palisades zip code. 这家保险公司对 Palisades 这个地区70%左右的保单没有进行续约啊！我做翻译这么多年，我告诉大家 renew 这个词啊。太棒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难免你说英文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中文去影响你去翻译。续，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 continue， 那么你就觉得 continue 不对。外国人觉得比如说这个保单昨天过期了，那它就是 old， 它是老的，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但是现在呢 renew it， 我让它 renew 重新焕发生命力，它就变成新的了，所以叫 renew。那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续约对应的画面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字与词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好，那 zip code 最后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这个外国人呢，实际上他也会看菜下饭，或者说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他怎么去判断你住在高档小区还是一般小区，你有钱还是普通中产阶级还是没有钱呢？可能不一定像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问的那么的直白，但是呢他会通过你的 zip code， 你那个邮编能判断出来，你是住在比弗利山庄，还是住在 Pacific Palisades。Alrighty， 学英文方法比努力更重要。那说起方法，一定要记得点视频下方的链接，预约周老师明天上午7点钟的直播，咱们设个小闹钟，直播间不见不散。那最后呢，按照我们的老习惯，从头到尾咱们裸听一遍。An insurance crisis was already brewing in LA, then the fires hit.The Los Angeles wildfires could threaten California's already unstable insurance market, which carriers have been fleeing as disasters multiply. In July, as California sweltered through its hottest month in history, the state's biggest insurance company stopped providing home insurance to more than 1,000 homeowners in the Pacific Palisades neighborhood of Los Angeles.Tucked into the fire-prone hillsides on the city's west side, the neighborhood was one of a growing number in California deemed too risky to insure, State Farm President Denise Hardin wrote in a letter to regulators. The carrier did not renew nearly 70% of policies in the Palisades zip code.